徐阶有一个十分惊险刺激的童年，3岁掉入枯井之中，被人从井里捞上来，昏睡3天才苏醒。第二次是徐先生5岁的时候，跟随父亲路过阔苍山，老头子在前面关关雎鸠，摇头晃脑，准备提问孩子背首古诗，扭头孩子已经掉落悬崖，父亲的眼泪还没挤出来，往下一看，徐阶的衣服挂在山边的树枝上，幸免于难。这印证了什么呢？爸爸带娃只要活着就行。这2件事发生之后，10里8乡，左邻右舍都开始对徐阶刮目相看，认为徐阶是个神人，能逢凶化吉，以后一定是能干大事的人。甚至有一个离奇的传说，徐阶的父亲曾梦见城隍爷向自己求情，徐阶乃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因为他每天上私塾都要往返数次，城隍爷每次见了他都要行礼，可怜他老胳膊老腿，所以求徐阶他爹为文曲星另辟一条道路。等徐阶父亲梦醒了，赶忙让人开辟了一条道路，以后徐阶上学就再也不走城隍庙了，一时引为奇谈。事实证明，徐阶确实不是寻常人。嘉靖2年，长大后的徐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拿下了全国第3名的好成绩，并被朝廷授予翰林编修。翰林院是大明政坛的风水宝地，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如果不是在科举中取得优秀的考试成绩，亦或是被皇帝青睐，是很难直入翰林，被委任职务的。所以说，徐阶是朝廷非常看重的一名预备干部。但若是徐阶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的话，也不会成为本期影片的主角了。嘉靖9年，当朝首辅张聪揣摩上意，上奏谏言，免去孔子王号，降低祭祀标准，来节约宫内开支。举朝无人反对的时候，年少轻狂的翰林院编修徐阶坚持认为不可。张聪很生气，指责徐阶背叛自己。徐阶朗声答道：背叛的前提是依附，我从未依附于你，又何来的背叛呢？史书载，徐阶说完长揖而出。事后张聪找了个借口，将徐阶贬到福建。据野史记载，嘉靖朱厚熜对徐阶这个刺头相当不感冒，竟在柱子刻下8字：徐阶小人，永不着用。然而徐阶的能力确实没得说，一路干着干着，又升迁回了朝廷。10年后，嘉靖19年，兴许嘉靖已经忘了当年的话，时任内阁首辅夏言比较欣赏他，举荐他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过了2年，徐阶又升任担任吏部左侍郎。从这可以看出，夏言可谓是徐阶的恩人，提拔举荐之恩无以复加。嘉靖27年，内阁首辅夏言与严嵩权力之争进入白热化，在河套之争中没有领会嘉靖的意图，被严嵩加以利用，落井下石，最终被杀，成为明朝以来第一个被杀的内阁首辅。由此，一颗复仇的心被深深埋在了徐阶的心里。但是此时的徐阶已经不是当初的愣头青了，他选择忍。不仅是忍，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谓令所有人大跌眼镜。他对夏言的事只字不提，既不为他辩白，也不上书说情。徐阶的举止让人误以为已归附了严党，被清流所不齿。随后他千方百计地向严嵩靠拢，甚至甘当严嵩的马前卒。严嵩指东，他绝不打西；严嵩指鹿为马，他坚决拥护。即便严嵩之子严世蕃多次羞辱他，他都忍气吞声。为了取得严嵩的信任，他甚至把自己的祖籍主动改成江西分宜，因为严嵩正是分宜人。与此同时，徐阶也在暗暗地向嘉靖的靠拢。他投嘉靖所好，苦练钦词，终于得以升任礼部尚书。这中间，徐阶与严嵩集团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险些令他20年的隐忍功败垂成。嘉靖29年，蒙古部落的首领俺答陈兵北京城，嘉靖皇帝立即召集群臣共商退敌对策。严嵩表示不必在意，只需要支付一点财物给他们，就此可以打发他们回家。揣测到嘉靖帝心思的徐阶第一次尝试站了出来，他以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不同于严嵩的观点。他认为派兵攻打蒙古兵也不是解决的根本，建议派大臣先和劝退蒙古兵，接下来再安排就双方通共问题进行商讨和周旋。事实证明，徐阶的建议得到了嘉靖帝的首肯，事情解决得很顺利。由此，徐阶给嘉靖帝留下来很好的印象。此事件史称庚戍之变，但此举也造成了严嵩对他的怀疑和不信任。于是，徐阶又做了一件令满朝震惊的事，
他把自己年方15岁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做小妾，两家变成了姻亲。在古代，妾的地位比仆人高不了多少。徐阶虽然官没有严嵩大，也是堂堂的大明朝礼部尚书内阁次辅，他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人家做妾。徐阶的服软将双方的矛盾苗头化解了。徐阶的人也被经典的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刻画得淋漓尽致。故事虽是虚构的，但人物的性格却是真实的。时间来到严嵩即将倒台的那一刻，严嵩在府里等待着嘉靖的发落。徐阶去拜访严嵩，见到下人，让人通报严嵩，言辞之间依然满是尊敬，仿佛严嵩依然是那个一手遮天的首辅。作为对比，随后的剧情，严嵩与徐阶去见嘉靖前，六星居的老板送来要进宫的酱菜。过往叱咤风云的严嵩想给六星居的老板题字，知晓朝局的六星居的老板怕得不敢要。即便到了严嵩倒台的那一刻，依旧拿着遵从首辅的礼仪尊重倒台的严嵩。长期的隐忍，对人的尊重，未明确嘉靖的旨意前，依旧小心翼翼。而这种小心翼翼，在多疑的嘉靖前是正确的。为了扳倒严嵩，徐阶也是步步为营。嘉靖37年，徐阶开始了第一次试探。在徐阶的暗示下，给事中吴石来、刑部主事董传策等人上书弹劾严嵩。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徐阶已经知道了他想要的，严嵩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受倚重了。嘉靖40年，嘉靖常年居住的永寿宫失火，年老糊涂的严嵩竟然主张嘉靖迁往南宫居住。南宫曾是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放还后被幽禁了7、8年的地方。如此不吉利的建议，顿时让沉迷修道的嘉靖不高兴了。与此同时，徐阶则建议重建永寿宫，深得嘉靖欢心。此后，嘉靖逐渐信任徐阶，每逢处置机要都会征求徐阶意见，把严嵩晾在一边。皇帝抛弃严嵩的趋势很明显了，图穷匕现的时候到了。嘉靖41年，徐阶安排门生御史邹应龙上书检举严氏父子，而且专从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入手。举报信罗列了严世蕃凶横不忠的许多实锤。最后，邹应龙保证自己检举的全为事实，若有一言不实，他愿意死谢天下。随着告发严嵩的人越来越多，嘉靖也不胜其烦，下旨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辞职，徐阶升为首辅。事情还没完，不甘心落败的严嵩在老家制造祥瑞之兆，并给嘉靖写信，希望赢得嘉靖的回心转意。但嘉靖已经听说严世蕃并未到充军戍的报道，而是在中途折回江西。嘉靖42年底，御史举报严世蕃招募了4000多人图谋不轨。这次举报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人想要对严嵩斩草除根。严世蕃被押到北京下狱，徐阶亲自指点会审人员应该怎么做罪名。严世蕃的罪名从坑害言官变成了勾结倭寇图谋叛逆。1565年，严世蕃被斩首，严嵩和他的孙子们被贬为平民，严家被抄家。2年后，无家可归的严嵩在饥寒交迫中死了。此时距离1552年徐阶入阁已经过去了13年，若以首辅夏言身死的时间计算，徐阶斗到严嵩花了近20年。面对复杂的朝局、多疑的君王、强悍的对手，小心翼翼、隐忍、厚道，尝试着在漫长的时间里先蓄力，先生存在图发展。徐阶在这块上体现出自己审时度势、宽仁的政治智慧。而徐阶当了首辅之后，也尽他所能振兴大明。他励精图治，整治边庭民政，革除弊端，大力选举人才，给过去受冤枉的大臣平反，抗击蒙古并且取得胜利，把很多地方藩王的土地退还给百姓，大力举荐张居正等人进入内阁。一时之间，明朝腐朽的朝堂渐渐恢复起色，为之后的张居正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康奈尔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把士大夫分为职业官僚与以弘道自命的士人，二者结合最好的当属清代楷模曾国藩，结合不好的当属晚清诗人康有为。私以为，如果以这个标准评价徐阶，他也属于结合较好的一类。但徐阶不知道，自己多年来在大明王朝的厮杀拼搏只是小儿科，他即将迎来更为激烈的乱战。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如晚清楷模曾国藩救不了大清一样，
无论首辅是忠是奸，是碌碌无为还是励精图治，历史的车轮都在滚滚向前，大明仍然永无宁日。